大家好啊，我是于超。看一下现在有没有人在线上，现在好像还没有人在线上是吧？但愿我这个声音啊、图像都还可以。我呢今天其实是想和大家分享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是这么写的：哦，Andy， 下午好。声音和图像都还可以吗？请大家跟我回复一下，声音和图像还可以吗 ？OK， 声音和图像都不错，是吧？那我就开始和大家分享一封读者来信。这封读者来信是这么写的：说于超你好，听了很多观众给你的来信，感觉受益良多，不禁感慨，听众真是卧虎藏龙，很多文笔我自愧不如。但同时也勾起了自己的一些回忆。每听到你讲自己上学时候的往事，都让我不禁也回首自己的学生时期。也许是到了喜欢回忆的年纪，也许是感伤时事。这封信是写给自己，但如果你觉得我写的还可以，也欢迎分享给其他观众。主要的内容就是我自己学生时期亲身遇到的事儿和各式各样的老师。故事从我小学说起吧。我自认为是一个相对早熟的人，我想大多数人在步入中年的时候，对自己小学的回忆基本上也就是成绩大概什么水平，跟哪些同学关系最好，或者是干过什么一个米字边一个臭念什么呀？念糗还是念什么呀？就是秀还是糗，我不知道应该念什么，就干过就是不太光彩的事儿吧。但是我从小就有不安分的想法，对事情充满质疑，尤其是喜欢挑战权威。某种程度上和你于超也是挺像的。我和老师的对抗生涯正式开始，应该是在小学5年级。当时我换了个新的班主任，叫王松彩。松是松树的松，彩是彩色的彩。不知道是反派都有通病呢，还是因为有了一些特质才能当反派？这个问题是个哲学问题。那反派总体上来说都有这个特质，但他们也有一些通病吧。王老师在某些方面和宇宙主佛挺像的。首先，王老师是典型的用人朝前不用朝后。记得当时班里有个成绩平平的同学，家里是卖花的。为了巴结王老师，该同学家里主动承担了王老师家里的花卉装饰。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王老师经常在同学面前没理由的夸奖该同学。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王老师当着所有学生的面说，某某某同学以后肯定能考上重点大学。说实话，对于我们一个高考大省来说，这算是不小的称赞了，不小的夸赞了。但这种毫无由来的夸赞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说到这儿，我也想评论一两句啊。就是不管你是怎么上位的吧，你要是想把这个事业做大，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而人才呢，你就一定不要让这个人才伤心。我记得就是当时宋朝立国之后啊，他们有一个就是宋朝的宗室，是王这个级别的宗室，那个人呢学术上啊什么的都非常好。结果呢他考了个状元。当时的宋朝皇帝就是说我们这个赵家呀，已经是当皇帝、当亲王什么这些了。如果呢，就是说再去让我们的人再去当状元的话，这是冷了天下人的心。所以呢，明明那个人啊，他的确是有这个才华，硬把他给弄到第3名还是第几名去了，我忘了，把状元放到用另外一个就是普通人去当状元去了。所以呢，就像这些人呢，他这个能当皇帝，能做的几百年那个江山呢，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我师父宇宙主佛在山上呢，基本就是无来由的就要把自己的亲戚给提拔到这个最高的位置，像什么李宝元吧，像什么晶晶姐，就是宇宙主佛的那个女儿。
本来舞蹈啊什么的，其实可能有人比他更有才华，但是大家一定要这个夸奖这个晶晶姐。就像我采访的一个神演员，他就是这看到晶晶姐这个跳舞嘛，不是特别那个有可议之处吧，然后他就提到了这个，结果他被一群老师组织起来的同学围着批斗，你什么人呢？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吗？大意就是你知道你这个错误是什么性质吗？那个我以前的节目专门讲过这件事儿，你知不知道你这个错误是什么性质？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宇宙主佛呀，可能是从那个东北出来以后来到美国，他觉得可能已经人生的这个 fulfillment 呀实现的已经足够充分了，所以他也不想着这个更加这个笼络人才了，所以呢，他就把一帮人呢，就是这个按照这个亲疏远近来放到这个高低。这个以前呢，这个做江山嘛，就是人才还是要选拔，但享受呢，我可以给这个些王爷呀什么的，所以他把这个位置和享受是分开来。像我们宇宙主佛呢，他带着女儿去欧洲，这是可能10年前的事儿了。他那个晶晶姐啊，就是这个李美歌吧，他那个是不是晶晶姐是李美歌？应该是，反正从欧洲他带了6个箱子回来，我就心说你6个箱子能把欧洲搬回来吗？我就心说，反正要是我去欧洲，我就不带那么多箱子，因为你去欧洲，其实要我说啊，你事先应该做一些功课，看一看人文呐、宗教啊、艺术啊、历史啊，就这些事情，你有目的的去。为了增长自己的这个见识，增广见闻嘛，你去走一遍这个欧洲当时的这些地方。欧洲之所以成为欧洲，它不是因为什么 LV 包吧，什么那 Gucci 吧，什么 Dior 啊，什么这些香水吧，这个我估计那6个箱子里边装了不少包、香水之类的玩意儿，回来好分给自己的那个小喽啰们，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这个人气吧。像我于超没得可分，我这个人气嘛，就是可能不如我们晶晶姐了，就是。但是呢，他就弄了6个箱子，我就纳闷儿。然后呢，他这6个箱子他带不回来嘛，他就让那个神韵里边其他女演员，你帮我带一个箱子，你帮我带一个箱子。说起来，我就心说你要带6个箱子，你就付6个箱子那个行李费就完了。他又不愿意付行李费，又那个让别人带，人家也想买包买香水，对不对？给你带了，把别人的那个空间就给占了，忍气吞声的还得给你赔笑脸。所以这个主佛在山上营造了一种完全的就是监狱氛围的这种气氛。我不知道这样起来的你的那孩子能有什么一个健康的思路？当然了，你不至于像我于超这么这么反叛，然后被另外一个主佛给陷害到那个美国监狱里边去，这可能是你孩子的一个福利。不过他其他的福利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我就不太清楚了。总之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主佛上回我也说了，这个是需要拉拢的时候，自己扑下身子给人家铺那个地毯啊，这个就是我给你专门安排一个房子，我自己给你亲自铺地毯去，就是的确是很像主佛，我就觉得。这说了啊，这是个王老师经常在同学面前没有理由的夸奖该同学。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王老师当着所有学生的面说某某某同学以后肯定能考上重点大学。说实话，对于我们一个高考大省来说啊，这算是不小的称赞了。但这种毫无由来的夸赞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另外，王老师和宇宙主佛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明明自己脑子都不够用，但是偏偏喜欢瞎指挥，哗众取宠。记得我们当时学校搞歌唱比赛，每个班都准备一首合唱，但王老师偏偏要剑走偏锋，非要让我们班搞一个诗朗诵。他最后选择了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哎，你别说啊，这个我和这个王老师啊，其实还是有心意相通之处的。我觉得别人唱歌，你能唱出什么歌来？要么是革命歌曲，要么是港台歌曲。那你要是诗朗诵《梦游天姥吟留别》，我觉得还是颇有品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呀，就是这个越人遇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那个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遇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48000丈，对此欲倒
东南青。这首诗，哎呀，我背的是就滚瓜烂熟，像现在我上了年纪了，也背不太下来了。什么那个洞天石飞轰然中开什么的，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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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就是前一段我那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基督教里边的一个朋友吧，就给我那个发来了他用这个诗篇吧，给我鼓励，就是这个当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萨门。当时我一看这个，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好诗啊，这是好诗。这个后来我再一查呀，这个应该是大卫写的诗篇第68章的那个里边的话。当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萨门。我当时就立刻就感到啊，就从这个中文翻译看呢，其实它是动静相对比的，颇类似这个欲将轻骑逐啊，大雪满弓刀，卢纶的当时的那个什么，就是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然后那个雪静静的就是飘在这个萨门山。这个从中文翻译上来讲，我个人觉得这个词句比较粗糙一些，但是这个氛围是非常的充分了，已经是。那个卢纶那首诗呢，我个人体会啊，这个纯粹是我瞎谈。我一谈起这些唐诗什么的，我就比较带劲儿。你看啊，这个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这第一句就衬托出了这个气氛嘛，就鸟在夜里飞起来了，被惊动了嘛，那么就单于夜遁逃。这个，然后呢，欲将轻骑逐，这个将军马上就要整队去这个追了。为什么加个欲字啊？就是打算将动不动。他为什么将动不动呢？这个就是失眼了。我觉得这整个这个失眼就在这个欲上面。大雪满弓刀，雪是如此之大。你知道吗？弓和刀比较窄，都已经落满了，你就可以想象人马，然后这个披风全是雪了。当然，这个将军嘛，这个昂扬士气不可能是被雪所阻拦，所以这个欲啊，不是因为自己被雪阻拦，这个欲在哪？这个失眼在哪儿？好在哪儿啊？就是其实这里边体现了一种这个惺惺相惜的这个英雄惺惺相惜的这个意思在这儿。就说如果你能在这么大雪之下，你还努力突围要跑的话，那也许我应该放你一马了，真的，也许我应该放你一马了，因为你这样的英雄，咱们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也都互相了解了。你冒着这么大的大雪，我可能就不愿意再用兵力去追你去了。其实就是唐人在描写这个战争的时候，把握住那个特别深刻的那个就是而高尚的这种心理。你如果去比如说是这个耶鲁美术馆，你看那个在美国那个就是描述这个独立战争的那个油画的时候啊，他经常描述的不是说我把他们英国人砍的是这个杀戮殆尽，不是，而是这个英国人呢失败了，然后呢那个美国人呢就是接受他的这个佩刀，立刻还给他，然后请他去帐篷里喝英国的那个茶，吃英国的点心，是一连串就4-5幅画。那个人后来他主要是就是在那个耶鲁刚建立不久，他那个负责那个耶鲁美术馆的一些那什么，但是后来他画那主题不被人喜欢，但是我还是很喜欢。那个体现了就是贵族战争中的这种，就是战争中贵族的这种互相对待。所以其中有一幅画呢，是那个英国军官在美国军官的礼让之下正要进入那个帐篷，但实际上这个表现的是英国的失败，而正是这种礼貌对待你敌人呐，你才正显出你这个胜利的无可那个争议的胜利，因为你可以如此礼貌对待你的敌人了。那么像主佛让手下这个几个律师打电话，是这个国土安全部吗？是 FBI 吗？我们这儿认识一人啊，他说要用武器攻击我们，就这么，他说敢死队了，敢死队就是要绑上那个什么这个 Suicide Squad， 就是这个完全都不入流。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下边我就要说了，这个中国这地方特产主佛，这个也不能完全怪主佛自己，我觉得这个咱们要把这个罪责呀
一口气拉到秦始皇那块儿去，咱们自己都没罪了啊！我们都是随时能找到那个，就是这个世界上谁正义谁不正义，然后马上夸谁正义，然后我自己就正义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咱们大家一起就是得到那个光动嘴皮子就能得到自己那个就是道德高地的一个特别快而低成本的方式了。那个刚才说哪儿去了？就是那个卢纶那个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个就是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厦门。厦门是一个山。后来我一看这个诗，我就立刻意识到，这个大魏王啊，他基本就是这个李白、王维级别的这种诗人。你比如说，就是他描述的是人人眼中所见，但口中难以说出来的，就跟那个王维写那个就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话。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传颂千古，人人眼中看得到，只有王维说得出，你知道吗？这个大诗人就在这儿。他那个诗，3岁小孩都能背下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李白的。但是你写不出来，因为你成天都是脑子里那些什么我去法国买香水弄6个箱的往回搬，就全是这种事儿，你说不出来长河落日圆，你知道吗？所以这晶晶姐啊，还是得看点唐诗，我个人看法啊。那个，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那诗篇的那个话呀，其实没有势如飘雪在厦门这个动作，他只是说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厦门山那个雪是就是被雪覆盖了变白了。而我又仔细查了一下这个什么呀，这个圣经解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其实就是说，这个厦门这个意思有音译的意思，就是因为上面长了很多树嘛，有一个音译的意思。音译呢，那么它就表示不够纯洁。而上主的这个意愿在全地贯彻的时候呢，这个用这个厦门山变白，去体现了这种由不纯洁变成纯洁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个人理解呀，有点像那个圣人出则海清河晏，联系到这儿是比较合适的，我个人看法啊。而他没有那个动作，但是我觉得就是中文翻译出动作来也不错。所以呢，就是说我就觉得这个中西方的这种大诗人吧，他们的那个诗意其实都是相通的。我就说从那个梦游天姥吟留别那个怎么说到这儿来了呢？就是因为这句话下边又有那个什么，又有诗了，知道吧？就是说上主啊，居住在什么山呢？居住在是歌山还是什么山呢？就其他的山为什么用嫉妒的眼光看这个山？这句话就是和那个天台48000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是特别像的。我就看这个，因为我不太懂这个什么，我不太懂这个基督教这个诗篇，但是我那个同学一给我看了以后呢，我顿时就觉得好像这个就是能够很相通，你知道吧？而且我就很佩服这个大卫，我就觉得这种有才的人呐，从古到今哪都有，反正是，但是你就需要和他们取得共鸣，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刚才我说那个诗篇第68章，那个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厦门山变白了，然后下边就是歌颂那个上主的那个山嘛，所居住的山，其他的山呢都是因为上主在那个山嘛，他就欢喜跳跃，他就把山写出了人的那种喜悦。这只有大诗人才能写出这种诗，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就是你看诗的时候，一定要领会其诗意、诗眼，这个特别重要。词句什么的都在其次，诗意、气韵、节奏，那个大卫的诗里边都有。然后呢，那个他其中就提到了别的山嫉妒上主所居住的山，就像那个天台48000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就是说天台山那么高，在天母山面前就好像要倾倒一样，自己都站立不住了，所以就是极言之这个山天母山的高。所以呢，我是很喜欢这个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和他这个王松才老师啊，我还是能够有沟通的吧。我看看声音怎么样。我抽着时间，对，就是 Peter 兄弟发的，没错。
势如飘雪在萨门。这诗非常好。我对圣经的这个喜悦可能超过你各位想象。就是我哎呦，我接着说那什么，接着念这信。我有时候瞎扯，大家要学耽误时间，回来看那什么，看这个什么吧，看这个录像吧。然后呢，他说来也是讽刺，这首诗最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其实不全是，这首诗啊，它几次转折，其中一次转折呢，就是他这一下入梦了。那个从没有入梦到入梦那个转折，也写的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吗？就是像大卫这样的人，你知道吧？或者像李白这样的人，他生活在梦与非梦之间，你知道吗？是什么意思呢？就别人看山就是一个山，大卫眼里看这山呢，他就在那欢呼跳跃。你说，假如你能看这个山都是在欢呼跳跃，其实你生活在一个其实说实在的，比一般人接近神接近的多的一个层面，而那个层面其实它就是类似梦的那个层面。而李白呢，他在这个《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里边，以及在什么这个素手把芙蓉，虚步聂太清，什么那个回首洛阳川，什么那个茫茫走胡兵吧，反正就是这些里边，它几乎就是梦和现实是交织的。而这种人如果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其实他是能通过这个类似梦的这种对现实的这种体认吧，台湾话叫体认，是揭示了你仅仅从现实中难以去领会的这个 truth 真实。因为现实对你来说，在接近 truth 的这个过程中，接近真实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一种遮蔽，而不是你所知，而是你所不知。这就是这种大诗人呐，还有这种这个什么像大卫王这样的人和普通人不同的地方，你知道吗？那么他说这个脍炙人口的名句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那个是他从梦里醒来以后，且放白露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这一开始的时候，白露和青崖这种如此仙气弥漫的这种色彩对比的时候啊，其实它里边这个是有大量的懊丧，你知道吗？因为李白他不想进入到这个现实空间，进入现实空间就类似那个大家看过一些 NED， 就是 Near Death， NDE Near Death Experience， 就是濒死体验似的。濒死体验从那个濒死体验中回来以后，特别主要的一个心态就是懊丧，我真的不愿意再回到这身体里，在这个世上再活这种日常的这个生活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你那个诗里边其实最关键，假如我是李白的话，最关键的实际上是中间那段洞天石扉轰然中开那句话下边那段，那个才是真正李白就是驰骋他的那个才气和那个别人说是想象，要我说那是更加真实的真实。然后在这种懊丧之下，他重新振作精神，面对这个现实，说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因为他从那个梦境过渡到现实，是白露青崖，这个还带了很多的仙气儿，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时候，就是丑恶的权贵和我不得不去低头的这个现实。这里边有几层转折。我这瞎扯了，把人家信都打断了，我接着念他信啊。但是毛老师偏偏要剑走偏锋，非要让我们班搞一个诗朗诵。他最后选择了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说来也是讽刺，这首诗最脍炙人口的名句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但王老师却要用这么一首诗去讨领导的欢心。如果领导有点文学修养，可能会觉得王老师在骂他吧。作为小学生，当时绝大部分的同学，包括我都没法完全理解这首诗的含义，所以所谓的诗朗诵变成了单纯的死记硬背。我在这儿再说一个，单纯死记硬背，其实对于李白和王维来说，这样的内容来说，其实是应该的。如果你有一个就是没有就是完全的就是
干瘪、油腻、枯燥的这么一个老爹或老妈的话，那么他会教你如何兴致盎然的死记硬背，你知道吗？最后变成了人人过关。所谓的诗朗诵变成了单纯的死记硬背，最后变成了人人过关。他要求所有人每天不背会一段内容，放学之后不许回家，你知道吗？这就是教育体制彻底摧毁你那个，就是从小你就喜欢学习，喜欢读书，摧毁你的好奇心，摧毁你的这个，就是全面摧折你的这种办法，就是考试。你这个人最喜欢什么？有人说那个就是说啊，我小孩那个电子游戏那个这戒不掉怎么办？我说这还不容易吗？你就把它纳入考试制度不就完了吗？你看你小孩6年以后你还玩不玩电子游戏？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们这些人提出的问题都是错的。很多人说我小孩喜欢玩手机怎么样？你给他制定考试制度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啊？你可以给他制定一个考试制度。最关键的是你都没有意识到，使得他去向手机的那个唯从屈却、畏渊屈于的那个东西，就是考试制度本身。你不去认识考试制度，你光是让解决手机的问题，你让他回到考试制度本身，这就是一个必将失败的一个 strategy， 一个战略，你知道吗？当然，我就不愿意扯太远，就是在这种你不去认知这个现实，而是仅仅从得失中去权衡，只能最后是变成了强者去伤害弱者，而最常见的就是父母伤害孩子，然后制造出你这一生中最大的这个敌人。这个所谓的诗朗诵变成了单纯的死记硬背，最后变成了这个人人过关。他要求所有人每天不背会一段内容，放学之后不许回家。可能因为我脑子还行，倒是每天都能把诗背会。你说这种反贼吧，他就是还偏有点歪才，你知道吗？我爸说我于超你有点歪才，但是作为一个学生中的异议人士，我一直也是王老师重点关照的对象。那不关照不行啊，把别人都带坏了，你说对不对？我背会以后，他往往会用背诵没有感情之类的莫须有的罪名继续刁难我，不让我走。你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感情，这么充满感情的去描述李白怎么进入那个洞天石扉轰然中开，描述李白的孤单，或者描述大胃王的这个，那你就是反社会啊！你进入李白，你就是反社会，因为李白就是反社会，你知道吗？大胃王他亲近神就是反社会。你说你往哪儿选？这人间你没法选，对不对？你要么没感情，要么有感情。你有了感情，你可能会反社会，或者你去那儿当中南海听床师也行。但是呢，哎呀，你就看看方伟、张天亮那些人的样子，那也是一条很难走的路。我背会以后，他往往会用背诵没有感情之类的莫须有罪名继续刁难我，不让我走。不过这种屁话也难不住我。我通常会说父母给我报了收费的课外班为理由，把他的无理要求当到耳边风。那你这种做法岂能逃得过我们老师法眼呢？对不对？这里想提一下，我父母对我的教育真的很开明，很幸运啊！他们从来没有打压我的各种想法，甚至会为我争取一些合理的权利。王老师每次来找我父母问是不是要上课外班的时候，我父母也都会配合我打马虎眼。一来二去，王老师也知道是自讨没趣儿。后来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按时放学，进而导致了其他同学军心涣散。你看看，我就让我说准了吧？你不管你就把人都带坏了。王老师背后把这笔账又记到了我的头上。不过这件事倒是让我把李白的这首诗记了一辈子，我到现在都能完整的背诵梦游天姥吟留别。另外我还分享一下王老师有多无知。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小学老师的知识有多么匮乏。王老师曾经在班里批评一个同学的时候说，该同学估计是铅中毒了，所以反应迟钝，理由是该同学总是咬铅笔头。因为我家里长辈老师很多，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知道铅笔的成分是石墨，跟铅中毒完全扯不上关系。所以我直接当面纠正了他，这就坏了。你这直接当面说主佛是错的，你这不是邪物了吗？我说你这个人真的是邪物了，你知道吧？哪天明慧网上也得出文章批你。所以我直接当面纠正了他，结果他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后来我还专门找到了资料，拿到他办公室跟他解释，我说你这人你这不是打上西望山龙泉寺，你这是当敢死队去了吧？你这是。最后换来的结果就是一句我知道了。公开道歉当然是不可能的，
王老师最恶劣的行为，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变相体罚羞辱学生了。在我上小学时代，体罚学生已经是不被允许的了。但是王老师标新立异想出来的很多变相体罚学生的办法，比如他在学生犯错误的时候，不是罚站，而是让学生蹲着。尽管当时我对这种惩罚有说不出来的厌恶，但作为一个小学生，确实没能力跟他上纲上线，甚至是纠正他。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主佛呀，在山上也是惩罚人，人家已经是学会这个，比如说拉小提琴，学会唱歌了，有自己的发声方法。哎，主佛喜欢听什么呢？不喜欢听你的什么意大利呀，什么那个花腔女高音，人不喜欢听，人喜欢听大嗓门。你喊不出大嗓门来，说明你这个信主佛信的不够，说明你心性不行。你喊就叫你喊，结果把人的这个唱那个女高音那个就喊劈了嗓子还不行。结果主佛呢，把人家发配到那个就是在山上那个小卖部去了，你知道吗？等于干体力活去了，就跟这个是一样，你知道吧？我们这主佛呀，对人我看跟对他养那狗差不多。弟兄不是兄弟哦，刚才这个 Peter 说是 Peter 弟兄，不是 Peter 兄弟，我怎么觉得说弟兄有点国民党的感觉似的？看那电影里国民党就叫弟兄怎么样哈？那个，所以呢，他就让人蹲着，你知道吧？这个王主佛是让人蹲着。那个他在学生犯错误的时候，不是罚站，而是让学生蹲着。尽管当时我对这种惩罚有说不出来的厌恶，但作为一个小学生，确实没能力跟他上纲上线，甚至是纠正他。我最后一次见他应该是在小学毕业后的2周，他说有学校的文件要给我，我到了他办公室才知道是我就近入学的通知书。这里解释一下，我当时中学入学是参加各个学校自己组织的考试，如果成绩优异，你可以去重点中学，就不是统考，是个学校自主考试，如果考不上就就近分配。估计王老师从心里觉得我不可能考上好学校吧，或者单纯就是想羞辱我，所以呢，默认我没考上好学校，让我去领就近入学的通知书。我拿到通知书以后，做了我至今都非常佩服的这一个决定，至今都非常佩服我自己的这么一个决定啊！当着他的面把通知书给撕了，顺便告诉他我考上了重点中学。我说你这种行为近乎消明啊！做这个自媒体，直接就是说那个。直接给我们主佛难看，我说你真的是，哎，是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你说这个中国人还留下一点骨气啊，还真的就得靠这种人往下流。我觉得跟王老师的故事啊，只能算是开胃菜。真正精彩的故事是我上初中，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越来越得到释放。我看你危险了啊！碰巧我初中的班主任又是个毫无底线、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又来一主佛，所以我跟他可以说是从头干到了尾。我的初中班主任名字叫杜志坚，志坚呢就是这个志气的志，坚定的坚，杜志坚。我跟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是在开学大概几周的时候，因为我中学是寄宿学校，所以班主任除了上课以外，还要兼顾一部分生活方面的任务。当时正巧赶上了班里大扫除，我记得是因为卫生没有打扫干净，被学校检查人员扣了分。现在想来，杜老师应该是为了在学生面前立威，所以大为光火，让当时负责卫生的卫生委员和班长出去跑圈作为惩罚。他当时还强调说，你们作为领导出了事故，要替大下属承担责任，其实就是连坐啊。我当时对于这种屁话反感至极，这第二次提到屁话了。这个话和屁之间的区别在于哪儿呢？我觉得在于屁的伤害程度要比话小得多。假如你不在电梯里放屁的话啊，那个，但是呢，主佛现在就是要大家都不能看这个肖明的这个自媒体。都不能看我的这个，不能接触，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电梯，然后主佛在电梯里放屁，你说嘛？这个就是极大的增加了这个屁的杀伤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你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电梯里，这很重要。
赶紧把所有的那个钮全都摁了，一开门赶紧出去，你知道吧？在这件事结束以后，我洋洋洒洒的写了篇意见书，大致内容是强调2点：第一，不能用变相体罚的方式处罚学生；第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刻意模糊责任、激化同学之间矛盾方法不可取，有可议之处。我就说这个老师的这个孩子呀，就是这么讨厌，你知道吗？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也是老师的孩子，所以我非常明白他这套话，就是听大人在那说话，他学会的嘛。你说是不是？你要说我们农民子弟、工人子弟，那都是可信得过的人，就越是你知识分子的这种那什么，我越得就是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意见书是我私下交给杜老师本人的，很懂得分寸，你知道吗？这也是跟父母学的。这个意见书是我私下交给杜老师本人的，我当时也自认为这是比较合情合理的表达自己想法的方式。我告诉你，你的罪名在哪儿，你知道吗？你这里边一个动词是错的，一个名词也是错的。动词错就错在你表达，名词错就错在你自己想法，你知道吗？这两个全是错的，跟那笑话说的似的。就说一条美国狗啊，就跟一条这个苏联狗和一条那个波兰狗聊天，那个美国狗说我饿的时候我就 bark 就汪汪叫，然后呢那个我饿的时候我就汪汪叫，然后呢我就能吃到肉，然后波兰狗一听就说什么是肉？苏联狗一听什么是叫？什么是 bark？ 这是里根讲的一笑话。所以呢就在中国呀，你要是有什么表达，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你要明白自己是苏联狗、波兰狗还是美国狗，你知道吗？现在我于超当然是美国狗了，你知道吗？这那个法轮功里边有一个特别就是精进的一个弟子啊，旧金山叫万剑，他多次说于超就是一条哈士奇，就是条狗，你知道吧？后来我专门为这个做了一期节目，叫《死狗的价值》，大家可以看一看，在我以前那老的那个 channel 里边，在我老的频道里边，《死狗的价值》。所以你要弄清楚你是什么狗，你知道吧？像我呢，经过做了10年大狱，到美国变成美国狗了。你现在在中国，你要知道自己是中国狗，你知道吗？所以你 bark 吠叫和你那个肉，你都得有的时候你少叫几声，你反而能吃到肉，你知道吗？就是你比如说在山上主佛那块儿能得到那什么的，像什么那个张天亮的家里人吧。那个在非常逢迎那个主佛的老伴儿，那就能吃到肉，所以他就不太会 bark， 你知道吧？当时我自认为这也是比较合情合理的表达自己想法的方式，但是很显然，杜老师不像除了他以外的学生有任何想法。后来第2天他在上课的时候，当着全班的面把我的意见书读了出来。这杜老师也是个性情中人，他就没想到。他读出这种东西啊，只能给这种邪物者，你知道吗？以更多的同情者，所以这就是我师父宇宙主佛的高明之处，从来不在那个正式的文档中提到我，就提骂肖明，你知道吗？就骂肖明，挂什么一个人的照片，从来不在明慧网上挂我的头像，所以我一直都是主佛的好弟子，你知道吧？后来第2天他在上课的时候，当着全班的面把我的意见书读了出来，就没有经验，当主佛经验不足。当然还歪曲了很多我原本表述的内容，比如他把我的做法说成了破坏班级团结，说肖明嘛，说他培养中共奸细和特务，不说是谁，估计是我于超。比如他把我的做法说成了这破坏班级团结，说我是为了故意推卸责任。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儿简直是和老毛批彭德怀的万言书一模一样。本来是写给个人的信件被公之于众，更不幸的是我的内容还被高度篡改，最后结果呢是迫于杜老师的淫威，我成了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所以啊，我要传授给你一个经验，就是你惹麻烦不怕事儿大，你知道吗？越大越行越好，因为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同等这个对抗。我当时跟共产党抓着我，他们就意思是让我交代什么，我说你知道，就是说在这种完全就是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弱者的做法成本最低的是什么吗？成本最低就是跟你拼个鱼死网破，你知道吗？这是当时我跟共产党说的一个话啊。
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简直是和老毛批彭德怀的万言书一模一样。本来是写给个人的信件，被公之于众。更不幸的是，我的内容还被高度篡改。最后的结果是，迫于杜老师的淫威，我成了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我和杜老师的矛盾随着时间也是不断的加深。我个人觉得性质的升级是在一件趣事之后，很有趣的事之后。有一次我上他的语文课睡觉，你说说，你不好好学法吗？你不是？在我刚睡醒迷迷糊糊的时候，听到他提了个问题，但是我也没有听清。这时候，就在这时，我俩眼光对视，不知道是他早就注意到我打瞌睡，还是看出来了我的心虚。他随即就要说找人回答他刚才的问题，专门给你个难看，你知道吧？我们当时为了让所有的学生有平等的机会回答问题，所以在讲台上面有一个盒子，里面放了所有学生的名片。一般老师要提问的时候，会从盒子里随便抽一个。深知杜老师的为人险恶，我当时本能的觉得他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当众出丑。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抽完了名片之后，象征性的看了一眼，就喊出来我的名字。电光火石之间，注意这个刚刚睡醒就能电光火石，这个不是一般人，这个绝对是有反贼的那个天生的特质的，这都是电光火石之间。我脑子也是飞速运转，我站起来之后，第一句话不是回答问题，注意第一句话不是回答问题，来。王维来了，我站起来之后，第一句话不是回答问题，而是直接跟他说：“你抽到的名片不是我。”很不错我很欣赏。估计他当时也没想到我有质疑他的勇气，勇气是第一位的。他也是做贼心虚，所以主佛都会做贼心虚，你知道吗？所以立马把名片放了回去，想搞个死无对证。他把名片放回去之后，就放回去以后，就换了个严厉嘴脸。强调说抽到的就是你，你别找借口。这时我淡然地告诉他，我把我自己的名片给拿出来了，你抽不到我，这又是一记重击。这个就是这个孙子兵法嘛，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你知道吗？因为对方都跟你这玩手段了，你就不能跟对方玩真的了。所以呢，他就告诉老师，我已经把名片从你的盒子里抽出来了。然后呢，所以你不可能抽到我，估计是被我当时这话给气到了。杜老师直接暴怒，大声质问我为什么私自把我名片给调换出去。这时候我留下了一句：“我骗你呢，我名片在里面，你自己找吧。”这个练散手有一套方法，其中有个方法叫防守反击，就是你防守的时候，就是你制造你反击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他一连串3个动作，就是非常完美的防守反击。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防守反击这个动作你可以做，但是你这个对象如果是你老师的话，这就有赖于你长久的这种内心操练，这种反抗和把对方的这个主佛的这个画皮给一下像手术刀一样给切开。这个是一个平常的那个思维训练，我觉得是，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到他的这种流畅行云流水的防守反击，我们要看到其背后的这种内心对勇气的操练和对真实的追求，这是我看到的。所以呢，第一个他就说你抽到的不是我，当场就把那个杜老师噎了一下，然后杜老师说抽的就是你，他又给来了个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说我已经把名片从里边抽出来了。然后杜老师就上钩了，就开始责备你为什么抽出来了。这时候他就没有说咬定说我抽出来就是你，他变成问他你为什么抽出来，这就等于变相承认了刚才我抽到的不是你，对不对？紧接着他又来了一次重击，说我骗你的，我没抽出来，我就放在里边呢。然后呢，他说呢，彻底的结束了这场闹剧。说实话，我不记得在我说完话之后杜老师的表情，但是我非常记得班里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没有什么反应，应该是完全没搞明白我在干嘛。大概过了2分钟的功夫，有同学开始明白过来，然后就是各种小声的窃窃私语。这不跟法轮功现在现状一样吗？都不敢公开说，窃窃私语。于超怎么了？徐超邪物了？于超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啊什么的？于超已经疯了。你看那个推特上面，如果你寻找于超的话，很多人说我疯了，你知道吧？还好那节课没剩下几分钟，杜老师在熬过了尴尬的几分钟后，满面通红的走出了教室。大概也是因为这件事儿，让我后来受到了更加猛烈的报复。
前一段阵子听你一期节目里说，监狱里有5个鱼超你能越狱，如果监狱里有20个鱼超，狱警就不敢胡作非为；如果监狱里全是鱼超，监狱长谁当都不一定了。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一直有同样的想法，如果全班60个同学里有5个跟我一样，杜老师大概也就不敢胡作非为了。不知不觉写了几千字，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故事还有意思，我愿意有空再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段时间我也是比较忙，所以这个信是一段时间以前来的，我今天才念出来。其实当然我就念到这一段，我也得说一句，就是我认为啊，就是这个杜老师以及他最开始说那个王松才老师啊，他们这个叙述，现在我们只听到这个学生单方面的叙述，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听老师的故事呢，可能又是另外一些故事了。我就想说一点什么呢？其实我们在中国出来的人呐，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主佛气质。在我第一次做对那个王志安先生的这个回答的时候啊，我在那里边就谈到了，不是第二次，就是说我为什么练法轮功，我就说我作为一个在邪教中的人，问你不是邪教的人，外边的世界会好些吗？我说如果你诚实的话，你应该告诉我，外边的世界和我们这些邪教徒啊差不太多。因为呢，很多人不练邪教，他也跟邪教徒差不多。实际上，大家我觉得中国人吧，咱们也别连累全世界70亿人了，是不是？咱们这个中国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还是要发挥一下。就说我们心里都有个小主佛，其实都是有主佛气质。你要想不当主佛，你知道吧？这需要通过非常艰苦的自省啊、训练呐。如果你要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忏悔，你应该向上帝就是承认自己有罪啊，你才有可能不在更多的场景中成为主佛。实际上，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叙述者，当然是说了这些事儿，当然他是因为在处于孩子的时候，那个天真没有被完全磨灭。当然，我看到这个信在现在他自己说自己是中年的时候，还能用这种方式去叙述他的童年。我认为是保留了很多的这种天真和勇敢的，这是我非常珍视的这种品格。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中国人其实从内心来讲，你都要警惕自己是不是有这个主佛的这个气质。在很多场景里，互相的这种折磨呀，都是一个已经成型的，已经就是这跟那个异形啊，已经从你身体里孵出来了。这个主佛来伤害这个内心还没有完全孵出主佛的那种，所以这种虐待和这种恶就是代际传承的，老师传给学生，父母传给孩子。所以我的节目叫亩产10万斤主佛，10万斤主佛什么意思？我就想，你说1亩地能站多少人呢？站1000个人吧，一个人100斤，那就10万斤嘛，对不对？是不是？大家人人都是主佛，那1亩地亩产可不就10万斤主佛吗？是不是？我觉得就是中国这土特产，你也别说什么4大发明了，我觉得主佛就是一大发明。我觉得中国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这个自觉或者自豪或者是什么吧，反正是这个那个。所以呢，我就是念完这封信啊，这挺有意思。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大家呀都要警惕自己啊内心的这个主佛气质，因为从中国出来的那儿的人呢，都是我觉得中国最大宗的这个出口产品呢，就是这种怎么说呀，就是中国人，你知道吗？你到海外遇到这帮中国人呢，这。你就想想这个于超遇到的主佛是什么样了，男主佛、女主佛、大主佛、小主佛，反正是你要想不当主佛，可得费一把子力气了。那么今天我这节目先谈到这儿，名字就是亩产10万斤主佛。我不知道我这个说的是不是废话太多，但是我也只能说到这程度了。那我先说到这儿，大家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谈。谢谢 Peter 弟兄啊！当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萨门，这诗写的太棒了，这诗。那个英文原文也值得看。那我今天先谈到这儿，要不然基督徒，其实我觉得呀，就是实际上，反正我现在遇到不少好基督徒，不少也是清华毕业，然后呢，那个还是以前的一些同学。反正啊，人的弱点真是挺相同的，我觉得是。
那个感谢 Peter 弟兄给我这样的好诗，然后大家多保重身体，然后咱们以后再接着见面。今天我的节目先做到这儿，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